因为亡国之中人民作恶过多，所以发愿要度化众人。在这些记载之中，流传最广的说是地藏王菩萨的前身是释迦牟尼的10大弟子之一，以神通第一为著称的目犍连。传说目犍连拜入佛陀门下之后，他的母亲却因为罪孽坠入了地狱。为了拯救母亲的灵魂，目犍连以佛法神通进入阴司地狱，目睹了6道轮回之中众生挣扎痛苦的惨象，于是决定度化6道众生。后来修行有成，称之为地藏菩萨。据记载，地藏菩萨的形象一般是身着袈裟，覆盖左肩，安坐于莲花之上，手中一般持有锡杖和如意宝珠。锡杖象征着爱护众生，宝珠则代表着众生的心愿。地藏菩萨座下有一神兽，是鼎鼎大名的谛听。神兽谛听一般俯身卧在菩萨身旁，有着能够听出四海八荒之中一切生物善恶分别的能力。关于地藏菩萨的故事，在民间传说之中也有着许多，最出名的有2则。清代原文所著的《子不语》之中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：在清朝，两江总督于成龙在梦中游魂，来到了一个名为地藏王府的宫殿之中。殿内有一老和尚闭目打坐，于成龙一看此景，便觉得是遇到了地藏菩萨，于是想起了人们常说地藏菩萨掌管着生死，而自己家的老仆人如今久病不起，眼看就要不行了。这于成龙于是跪拜祈求地藏菩萨延长这一老仆人的性命。但于成龙连拜了3次，都不见殿中老和尚答应，不仅有些生气，恰好这两江总督于成龙性子之中有些虎愣，做事莽撞冲动，竟然上前给了地藏菩萨一巴掌。这时地藏菩萨才缓缓睁开双眼，也不计较这一巴掌，微微一笑，对着这于成龙摇摇一指，随即于成龙便在梦中醒来。随后于成龙家中的老仆人果然大病痊愈，并且又活了12年之久。于是民间又有流传地藏王菩萨一指头能为人延寿12载的说法。在这个故事之中，于成龙不为私欲，而是不顾古代等级礼教，为仆人求寿，甚至还打了地藏菩萨一巴掌。地藏菩萨并未计较，而是笑着满足了他的请求。可见这位佛教中掌管阴司的神明是很柔和慈悲的。但这种柔和与慈悲并非是不分好坏的。在通俗编《江湖杂记》中曾经有这样的传说记载，在宋朝，奸臣宰相秦桧与自己的老婆王氏在东窗之下商议谋害岳飞，陷害其致死的阴谋。最终在秦桧的安排之下，宋高宗连发12道金牌令，逼得岳飞不得不放弃收复河山的好时机，连夜班师回朝。岳飞回朝之后，秦桧又千方百计夺了他的军权，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在大理寺狱中杀害。秦桧本以为杀了岳飞便权倾朝野，从此高枕无忧，于是去往灵隐寺烧香拜佛。这一千古冤案惊动了地藏菩萨，于是地藏菩萨化为一苦行僧来到了灵隐寺中，在灵隐寺